来吧，藏完阁的这只奔狼，作为一个套装的形式，放在了金狮子的礼盒里边。我们今天先来把这个奔狼玩一下吧，这个比较简单啊。首先我已经把它变成了合体的大脚板形态，但是这个形态总觉得看起来特眼熟。喜欢看高达的朋友们可能已经觉得这个像大天使号了或者木马号了什么的，你真的可以这样去理解。尤其正面看的时候，合体连接关节的这个位置非常像剑桥的一个位置啊，整体的形态也很棒，加上主要是这两块特别的像吧。但是喜欢玩红警的朋友们可能觉得这个玩意儿更像是盟军的装逼车。大脚的合体方式有3种，首先这是第一种，我们印象当中的大冲2根脚趾头的形态。当然它还有蚩尤的第3种形态，我们可以把这个后边的狼尾巴撅下来，然后顺着这个地方，这里是一个滑道，把这儿直接滑下去以后有一个卡扣插紧它，非常稳定。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合体形态吧，脚背儿前面露起个刺儿也行。当然如果呢按说明书来啊，我们把这个地方转一下再放下来，就呈现出3个脚趾的形态，中间加了根棍子，这个更像四驱车了。对，还有第3个形态，第3个形态其实就是把狼头从这个地方抠出来，但是那个形态我觉得并不好看吧，所以呢它的大脚板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样子了。再加上呢这一套啊，你在说明书那一兜里边会给你带一个防滑垫儿，可以抠下来贴在这个地方，4个豆豆贴上去以后 3M 胶的这个防滑垫儿很稳定，一点都不会滑，所以真的好。再加上藏完阁这身上的涂装，这做工用料，这一套金狮子的价格其实不便宜，但是你可以得到2款玩具，狮子的单体和奔狼的单体都是可以进行3变的，所以我觉得性价比方面还是非常棒的。藏完阁的东西相对来说在第三方里边价格贵是贵，但是它贵的有道理，这做工基本上属于第三方的天花板了，非常棒。好，我们直接再来把它变成狼的形态吧。首先啊，其实它的这个变形是环环相扣的，这个组合成脚部的这个形态非常的稳定。我们一层一层的来先解扣子，首先把这2个侧面的卡扣打开，在这里支撑着的，立起来的。然后下方这里还有一个方的扣子，我们也给它拆开。这地方的4个扣子，先把前肢这里完全的解锁，然后这个地方的卡扣拆开，一个双段的关节往后搓一下，立起来。这一款变形的时候主要注意这地方的2个尖刺，因为是塑料件嘛，尖刺上面还有涂装，小心不要刮到。然后呢，我们把前方这个3角区的盖子打开，这个地方还插的挺紧的，打开这个地方的卡扣，脚这个地方的卡扣拆开，从这里拉出来这一节，后方我们可以看到小臂下方连接着一个超大的卡扣啊，这个地方也锁着，我们整个的把这块解松。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个拳头翻出来一定的角度，因为我们要让过底下的这个缝隙，让过这个空间，把中间的这个连接杆挪到前方来，这回再把拳头归位，上方的卡扣结合，然后下方这里又一个卡扣结合，狼的一个前肢就伸出来了。可以看这个形式啊，还有它的一些关节的走向还是很仿生的，而且很帅，感觉这种机械狼后边这里鬃毛的一些质感，包括脚踝这里前肢也是活动非常好的，但是继续要小心这些狼指的尖儿很尖锐。好了，变到这一步啊，我们就可以稍微的挪开一些角度，把胸口的这一块只要是这里不卡就行了，把它归位。另外的一边呢，我们再转过来，把这一片也归位。但是归位以前这个脚踝啊，
扭的时候，哎呀，超级紧。好，给它卡进去。得嘞，只要让过这些就没有问题了。接着打开这个盖子，延展开，榔头在这个肚子里边把它卷出来，然后注意这个地方，我们要把中间的这块人头零件往起立一个90度，这块不太好操作啊，建议抠出来再变，然后再把中间的这个连接板打横，也就是最后呢2个90度翻折上来，人的头顶这里出现了一个竖着的卡扣。我们的目的是把狼脖子后边的这个桩子给它插进去，进行一个固定，接着把这一片再翻折上来，插合，固定，这样把脖子锁住，而且这里有一个遮挡的空洞，狼嘴巴可以张开，很帅的。下半身的变形要注意了，它这个地方里边有一个暗口啊，插得很深的，把这个地方打开。好，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梯形的扣子，是滑槽，卡在尾巴上，但是这里往出拆的时候啊，会很紧张的一个空间，问题就出在这个合体的大连接件上面了。好吧，转成这样的角度，把狼的这个细腰先挪出来，然后，哎呀，这样施力，好，把这个合体的脚踝先转到朝前的位置斜过来，这个时候你的腿部这个梯形滑槽就好出来了，主要是这里让它有一个上下活动的弧度范围啊。从这里抠开梯形槽，抠出来，打开这个地方的卡扣 ，Z 字折叠，先把它拉下来，腾开红色的位置，上边的盖板锁扣，这个地方有锁啊，把这个地方解开，然后这个地方的锁扣解开，接着做一个 Z 字折叠，折成这样，脚踝旋转，放下来，好，这个时候可以把，哎呀，好紧啊！好，狼腰归位。那么好，奔狼的兽形变形完成就是这样了。感觉这个过程吧，其实还是挺简单的，把4条腿往出一伸，整个的变形完成。但是我觉得在前肢这个东西的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它第一个是藏手，第二个在人形脚板的时候可以变成一个三角形，但是变成狼形的时候，这个腿部的一种仿生的感觉做得很不错啊。问题就是这回的变形啊，合体的这个脚踝的关节这里的避让空间啊很紧张，所以一定要小心一些吧。我的这个变形指示应该可以更好的避免这2个红色的尖刺不被刮到啊，所以变形的时候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些。但整体的狼形的这个动态和质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头非常的帅气，嘴巴可以张开，里边的獠牙也是一根一根的刻画，包括这个血泪痕，其实能感觉到这个家伙还是挺凶残的。一个机械的狼，后腿的这个地方的一个仿生形态做的也是不错的，弓起来的一种感觉。同时这个胯部有增宽，就是兽形的话，它的后腿胯骨轴子要比人形的那个胯关节要宽一点，这个是正常的。藏王阁的蚩尤吧，每一个单体都很像索斯兽的味道。这个狼吧，其实让我想起来之前索斯出过一个狐狸，跟这个感觉很棒啊，很像。然后我们来直接变成人形。首先变人形的第一步，把尾巴给它撅了，直接一个大滑道拔出来，这尾巴就是人形的枪了。然后腿部我们先处理一下吧，其实就是往起一站啊，但是这个一站比我们想象中还不太一样，把这些关节都摆直了就可以了。
人形的时候这面是脚尖儿，就把这个狼爪子放到后边，但胯部这里需要变一下形。这里先让开这两个刺啊，这个地方红色的刺，这个地方是需要避让的。我们从这边看，如果是人形来看的话，这个胯就太宽了，这就是说狼形的时候的一个处理方式。哎呀，这个赛钢料的声音，我们把这个地方旋转180度，调一个个儿，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把胯给你缩窄了。其实曹文革这次的处理还是挺聪明的。以前有一些变生物的，或者说变这种哺乳动物的，它这个胯呀需要变形很多步，其实挺繁琐。但这一回一个正反面的转，我们撩起裙甲就可以看一下了。这个处理方式非常聪明，正反一转，这个宽度立马缩窄了一半。而且吧，不论是人形还是狼形，其实脚底都是有防滑垫的，所以很稳定。包括兽形的时候啊，前肢这里还是挺简单的，整个的奔狼变形过程都不难。所以我一直在说呀，合体金刚的单体成员啊，没必要设计很复杂，太复杂的话，反而会让玩家失去这个对于合体金刚单体的一些变形的乐趣，还有把玩的体验。先打横，然后让过这个板子，打成反横吧，多折一些啊，折到这边，然后让过这个板子，主要这一块挡肉在里边阻碍着。脚踝这里的卡扣结合插上，前方的盖板插上，然后变形头部的时候把这块先拆开，我们可以把这个板件双折叠放下来，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狼头翻下来就好了嘛。变什么人头？做一个阿努比斯不帅吗？所以这个人形也挺好的嘛。头往后翻，旋转180度，这个关节腾开，然后脖子这一块继续打开。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我们翻转这个脑袋呀，整个的往出掏的时候，这个空间小心一些，不要把气刮了。整个的把板子立出来，脑袋放好，接着往起翻这一块，翻出来以后，这后边有一个小挡片，把这个小挡片翻出来。它最后这里这两个卡扣是要固定结合的，同时往下折叠。对准这个扣子，哎，插上，放成这样，背在后背，然后前方的这一块，再把这个窟窿堵上，脑袋拧个180度转过来，过程还是非常简单的啊。但是这个处理的效果其实挺好，虽然说这个屁股后边背了一个硕大的背包吧。当然，你甚至可以把它想象成飞行背包，或者说是战术补给背包，背后背一个狼头，整个来说其实算是个一趴变形。但是兽形的动物变形基本上也都跑不开这种大体的逻辑套路吧，做工很厉害，可以说曹文革的做工啊，真是把这款狼身上该想到的一些结构细节都想象到了。再加上关键的地方使用了赛钢料，虽然听起来会有嘎吱嘎吱的非常燥的这种声音，但架不住它结实呀，足够的结实。而且毕竟它是把剩下那么多成员支撑起来的一只大脚板，所以它的脚踝关节必须得稳。变成脚以后，整个的四肢趴在那里，一体性必须得好。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变形过程也算是环环相扣了。很多的卡扣的运用，让这只脚板肯定目前看起来是不会散掉的了。所以一切还是要等最终合体完了以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组合起来，看这只脚撑得稳不稳了。美型度方面非常的漂亮，很有曹文革家统一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风格吧。虽然是源自于变形金刚第三方出品的这些东西，但更多的曹文革这一套算是一个半原创的设计。而奔狼这个角色那是纯原创了，它其中有一只眼睛是坏掉的，也就是说一边是正常的光学镜，
另外一边上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刀疤，这个刀疤的涂装细节做的也很棒，里边用金属红涂出来的那个深深的伤痕，然后镜片打碎了以后，里边的红色的血瞳孔涂得非常的精致，胸口的一些造型也很漂亮，包括藏湾阁的涂装非常精美，身上的一些小细节。其实这一次奔狼的一个美术风格莫名会让我想起来高达，就感觉这个腿部吧特别像 ZZ， 整体处理的细节还是非常精彩的，更何况它是带在金狮这一套盒里边的一个附属品。理论上来说，我们印象当中第三方的这种合体金刚大脚板一般只是一个替换的补件，只是为了合体的支撑性和美观的程度，但藏湾阁能把一个大脚板都能设计的这么多零件，这么多的细节，还能把这些很好的点子融入进来，一个狼的形态，一个人的形态，再加上脚板的3种模式切换，其实可以算是5变甚至6变了，对吧？刚才它还可以变成阿努比斯，所以整体来说藏湾阁的诚意非常十足。而且这一套作品虽然价格摆在那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藏湾阁出品的东西贵，但是贵的物超所值，很棒。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看它组合起来以后的素质了，合体成人形的大脚板到底稳不稳固。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吧，稍后我们回头玩那个金狮子。